前几天发布了一句话读懂天干地支的本意两个视频，很多益友觉得太浅显、太简单了。其实很多看似简单的东西背后是深不见底的学问，天干和地支就属于这类学问。比如中国古人素以三为重，以四为四方之数，以五为五行之数，以六为六合或六虚之数，以八为八方之数，以九为数之老等等。那么天干为什么是10个而不是3个、4个、5个呢？十天干为什么要用甲乙丙丁等来表示，而不直接用1到10这些字来表示呢？中国古代还有十日神话，三星堆的镇馆之宝就是青铜十日神树。那么十天干和十日神话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十日神话仅仅是殷商人的幻想，还是他们真的曾经认为有10个太阳呢？如果他们真的曾经这样认为，那么反映在归藏易经里的阴阳之道就和周易的一阴一阳之道必然不同，这其中至少差着9个太阳呢。所以有的易家认为易经的源头是历法，有的易家认为易经的源头是巫术，而十日神话则可能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易经起源。如果你认为十天干和12地支的一句话本意太简单，那么请你思考我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你能回答吗？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将在后续视频里详述。今天我只想对于这个一句话读懂天干本意来说，能不能从其本意上来论述天干七杀和天干五合的合理性呢？你学子平命理，学紫微斗数，学大六壬，学悬空风水，学择日，你只是死记硬背那些冲杀剑刃的口诀，我们能否跳出五行生克的框架来思考呢？所以在这个视频里，我仅以个人粗浅的认识，全当细说，来从本意上看看天干七杀和天干五合站不站得住脚。天干七杀指的是从甲开始逢七为杀，即庚杀甲、辛杀乙、壬杀丙、癸杀丁、甲杀戊、乙杀己、丙杀庚、丁杀辛、戊杀己、己杀癸。第一，庚杀甲，甲像草木出生时的带腐甲之状，比所谓破壳而出还要脆弱，甲连壳还没有完全破掉，这时它的生命力之弱小，根本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更不要说庚是万物皆实，而庚其生是更改，所以万物的出生需要呵护，而不是更改。因此说庚杀甲可通，这也说明那些通过基因编辑造人的技术不合天干之道。第二，辛杀乙，乙向草木渊区出土上长，是很艰难的生长，是经历着种种碾压才生长的色质状态。这个时候，生命需要你的鼓励和加油，以及充分的等待和耐心，而不是辛所代表的新陈新茂。刚降生的婴儿的皮肤都是皱巴巴的，而你却要求他们焕发新貌，有新的变化，这就容易导致拔苗助长。所以辛杀乙也可通。第三，壬杀丙，丙是万物成丙染，著名于世，是生命逐渐长大的蓬勃之态，像花朵盛放，需要的是用眼睛和心灵来欣赏这种炳然灿烂的美。而人是怀妊，认养于地下，这就是黛玉葬花，鲜花被泥土埋葬，那花开的正艳，你却不去欣赏，真是太不解风情了。所以人杀丙也通。第四，癸杀丁，丁是万物皆丁实，丁壮大胜于丁，丁像草木壮盛如伞之状，就像一个男孩长大成为壮丁，这时正是男人去打拼闯出一片天的时候，而你的鬼却要用养家糊口的标准来魁夺他，嫌他没房没车没存款，莫欺少年穷。但此时这位壮实的男人真的拿不出养家的资本，所以鬼杀丁也通。第五，甲杀戊，戊是万物茂盛，意为生命极盛之时，生命到丁时是壮，而到戊时是极盛。当一个事物处于极盛状态时，几乎是什么都不怕的，可以为所欲为的程度。所以生命脆弱的甲不可能杀得了极盛的戊，但是戊的极盛可肆意妄为，却无法加快生命生长的进程。尤其是当生命处于甲这个阶段时，如今在 AI 社会里，
也许有生命的催化剂、加速剂可以让人速成，这真是无法想象。所以我宁可固执地认为甲杀戊也通。第六，乙杀己，己是万物茂盛之后向外发展之势停止，转而向内发展，整理己身，充实自己。这时候乙的冤屈碾压来施加各种绊子，让己自身的充实处处不顺。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有压力才有动力，充实自己时适当遭遇一些碾压，反而可能让果实更饱满厚实，这未尝不是好事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乙杀己半通或不通。第七，丙杀庚，庚是万物庚庚有时时自发形成的肃然更改，结其实而更其生的蜕变，使生命向更高一级升华的表现，这是惊人的一跃。这一跃要求生命投入全部的精力来确保一跃而成，但丙的丙冉灿烂却让生命本该更生的时候还在那里当显眼包去嘚瑟显摆。当繁华褪尽，生命再也没有精力和资源去完成它的更生了，它再也不可能蜕变了，因此丙杀庚也通。第八，丁杀辛，秋时万物成熟，物出新成皆收成，也就是说辛是果实成熟具备新生的条件了，而丁是丁状，在本该成熟结果实的生命秋季，你不去结果实，却还在一个劲地疯长不停，再过几天冬天来了，那时再想结果为时已晚，所以丁杀辛也通。第九，戊杀人，人为阳气，任养万物于下，阴阳交，物怀任。孕妇需要老老实实、安安稳稳地孕育生命，而物的茂盛到极致的肆无忌惮、恣意妄为，却要求孕妇去放纵、张扬、去茂盛。真这样去疯狂，那很可能就是小产。所以戊杀人很通。第十，己杀癸，癸字像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指的是生命经过母体孕育，准备魁夺欲生的状态。这有点像孕晚期胎儿成熟的时候要魁夺而出，这个魁夺就是判断一下环境、时机等各种条件是否有利合理。重点在于生命对外界条件的分析处理上，而己是内敛于己，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出生的条件。不管外界条件是否允许，反正我自己忍不了了，我就要出来了，这后果就有点拼运气、拼人品了。所以己杀癸也可以说基本可通或半通。说完了七杀，再说五合就十分容易也好理解了。甲己合，甲是出生，己是外阳己，出生时立足自身。对，乙庚合，乙是生长，庚是更改，人谁无过？生长过程中总会犯错，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丙辛合，丙然灿烂的时候来点新东西，展现新风貌，顺理成章。丁壬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如果不为名将利所羁绊，不考虑物质因素，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婚生子年龄吗？戊癸合，要圈地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你又刚好在极盛之时，谁敢说不呢？其实按我这个思路来说，地支六冲基本也可以说通，具体我就不一一说了，这其中我只说一个辰戌冲。